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的云端法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依经入道，以解导行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啊，又入道又导行啊，把菩萨道的实践精神啊，一语道破啊。用一句英文来讲，就是 Buddhism in action。也就是说，实践佛法的意思啦。有一句近似语啊，这样说啊：能干不干，不如苦干实干啊。其实也是在阐述入道跟导行的重要性啊。意思是说，很有才华、很有能力，也很懂得佛理啊，但却不去付出，这样还不如一个能苦干实干的人呐。不懂得佛理没有关系啊，只要多付出啦，时间久了，做久了，就会如王阳明先生所讲的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啊；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意思是说，知道道理，但不去行动，这样还是叫做不知道。相反的，不懂得佛理，但对的事情做就对了，这样做久了，也会知道道理啊。能做到就一定会知道，但知道就不一定能做到，所以才说说道一丈，不如行道一尺啊。讲的千万遍，不如实际做一次啊。诵经万遍，不如助人一次啊。这个是强调，都是在强调力行跟实践的重要啦。那行虽然很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否定知的必要。理论跟行动要相辅相成，双轨并行啊，这样才合乎中庸之道啊，不偏不倚啊，不左不右啊，不落两边，依中道，这个叫中道实相啊。那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呢，行就是中门呐，知就是法脉啦。那行入中门还不够还要知晓法脉啊。再简单解释啊，行就好像开车子啦，开动车子啦。那知就是什么？抓方向盘啦。各位可以想想啊，一辆行进间的车子啊，如果没有抓住方向盘啊，这个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呢，知跟行两个一搭一配，骨肉相连啊，唇齿相依，密不可分啊。也因此呢，王阳明先生才会讲知行合一嘛。而学佛也强调什么？解行并重，全实并严呐。方便法不离真实法，真实法也不离方便法，叫做全实一体，道理都一样啊。同理呢，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做入世的工作如果缺少出世的精神，这样就是中门有余，法脉不足啦。庶民语言叫做热闹有余，门道不足啦。有热闹没有门道啊，这样就不是修行的理念了。因此呢，再怎么强调道理都不能违背这样的中庸之道，否则就变成不圆满了。佛法就是讲圆满重恒顺圆满跟恒顺刚刚讲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其实格物也可以自知叫做格物致知嘛。那格物致知是出自《礼记大学》里面的一句成语啦。那这句话呢，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解释但是南怀瑾大师的这个解释我个人觉得比较贴切易懂啦。有很多人解释但是南怀瑾的解释我认为比较贴切他的解释是这样子：格物的意思就是革去心中的物欲那自知的知不是指知识而是指智慧。如果想获得知识呢，多读些书就可以了啦，很简单啦。甚至没知识就多看电视，那不看电视至少去逛个夜市，这样就会有知识很简单用不着就跟贪欲的过不去了。但要获得智慧就没那么简单的啦。去除贪欲跟增长智慧有什么关系那去除贪欲就会长智慧，
是什么关系呢？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哦。智慧的特点是可以让我们自由的思考，无拘无束，而且呢，你再怎么样的自由思考、起心动念呢，都不离正法，叫做正思维嘛。哦，那物欲就不一样了。物欲或贪欲就好像一条绳索啊，会捆绑我们的思维哦，会左右我们的思想啊，会让我们患得患失，无法自由思考。所以物欲越多或越强烈呢，绑的绳索就越多越粗了，会让我们的绑手绑脚，动弹不得啊。这个道理仔细想想是很有道理的哦。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的啊，所以格物把物欲革除掉，会让我们心清自明啊，就好像让鱼池的水呢保持清澈清明啊，自然就能够看到美丽的鱼群一样嘛。啊，这个意思是说，自然就能知晓许多人生的大道理的，心清自明了嘛，明镜没有蒙尘呐，哦，所以才说格物致知嘛。那佛教84000法门，门门都是得度之道啊。佛法虽然浩瀚深广啊，初学者呢，如果想要一窥佛法的堂奥，可以从信、解、行、证这4个次第呢去实践佛法。这4个次第是学佛的必经之路哦。只要能够依照这个路呢，循序渐进呢，必然会有所成就。而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依经入道，以解导行，可以说是刚刚讲信解行证的配套做法。那依经入道就是依所念的经、所拜的经、所读的经，要把经文化为行动，走入人间的道路啦。那以解导行就是以所了解的道理、所了解的经文、所了解的佛理也好，导入实际行动之中，让佛法跟生活全然结合了啊！所以这2句话是文辞虽异啊，其意相通啊，都是行菩萨道的精神理念。好，那要如何入道跟导行呢？啊，行菩萨道的条件不是只有行而已哦，要信愿行3者兼备，才能说是行于菩萨道上啊。这好像鼎之3足啊，鼎啊，缺一不可啊，是3个一体啊，缺一角不是站不稳啊，是会垮下来啊。那其实念佛法门或净土法门，或要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啦，只要你开始要学佛呢，都是要以信愿行为3个资粮啊，是3个基础啊，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呢去进行信解行证的次第。所以我们要理解了，只是单纯的做志工啦、做好事啦，或随信随喜参加活动啦，或只是捐钱布施啦，这样还不能算是行于菩萨道上哦，只能说是广结善缘啦、累积功德啦。如果要更上一层楼的话，就要从入人群的外形加上什么文法啊，就是入经藏的内修，这样修于内，加上行于外。以慈济宗门来讲，就是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宗门要蕴藏的法脉，这样才是福慧双修啊，悲智双运啊。因为宗门是悲门啊，法脉是智门啊，所以2个加起来就是悲智双运嘛。那信解行证呢，虽然是学佛的4个次第啊，但是这4个次第在进行当中，还要有信愿行来一路相伴哦。好像总统专机要出门了，战机要一路相伴一样护驾才会走得安全无碍，通行无阻，不会停退啊。因为信愿是行的先导啊。行是信愿的体现必须会3归一，3合一，才能够展现力量那信愿行简单讲就是什么？真实的信仰，
坚定的愿力，精进的行动啊。没有信心跟愿力，就不可能有意愿去行动嘛。而不去行动，也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啊。举个例子来讲，大家会更清楚。好像说，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路是问得很清楚了，但却没有任何行动，原地不动，也不搭任何交通工具，也不想步行，只是在那边原地踏步，空思妄想，这样当然不可能到达目的地嘛，是吗？所以这样解释，大家一听就懂了。但有些人很害怕承诺，他们担心一旦承诺，答应你了嘛，就要开始承担了一承担以后就等什么，要花时间就感觉被捆绑而失去自由嘛。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很会承担，或者很会承担，但很害怕承诺。不过这个还好过，既不承担也不承诺，对不对？那其实呢，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的人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非常痛苦。因为不敢承诺的人，也比较不敢发愿。没有愿力，当然就只有靠筋骨的力量咯，肉体的力量而不是法体的力量不是心灵的力量不敢承担的人，因为不敢付出嘛，所以会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这个会让慧命很难增长，经验也很难增长，这样潜能永远卡在那里。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失去自由啦。慈济委员，这个委员2个字的英文叫做什么 ？Commissioner。这个 commit 就是承诺的意思那 mission 就是任务的意思嘛所以 commit 这个 mission 的 ner 就叫做 commissioner 这样拆字解释，大家听得就很清楚了嘛，对，一目了然生命的功能发挥不出来，也是一种失去自由因为你会身不由己，力不从心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面对这样的困境使不出力量因为有体无魂嘛。所以如果要做到依经入道，宜解导行也是要有配套的这个配套叫做信愿行嘛，也就是刚刚讲的3个基础。那我们先来讲信第一个，信仰如手我们进入佛法的宝山，如果没有双手，你就无法挖取宝物所以唯有依靠信仰的双手，才能获得佛法的宝藏嘛。然后第二，信仰如杖我们爬山的时候，如果有了拐杖做依靠，一定会感到轻松很多嘛。那你看一些喜欢爬山的人，手上都会拿一根拐杖，不是吗？走起来路很轻松。人生的旅程难免会碰到世路茫茫，崎岖不平让我们走得跌跌撞撞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然而，如果我们有了信仰，佛法的信仰作为拐杖来依靠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安然的走向平坦的大道第三，信仰如根树木植物呢都有扎实的根部，才能长出茂盛的枝叶嘛，也才能开出芬芳美丽的花朵同理，人之所以能活下去，是因为我们有生命的根那事业的成功，也是因为有巩固的根基那信仰就是产生无量功德的根本。华严经上面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就是这个意思嘛。那我们在佛法中要修福修慧，就要靠信仰为根，叫做信根对才会有根深蒂固的根基嘛。有这个基础，才有可能达到解脱的境界啦。好，第四个，信仰如船在茫茫大海中呢，唯有借着船法，才能达到目的地嘛。如果没有船或没有救生圈，就会载浮载沉，大海中载浮载沉险象环生，危机重重，不是吗？大智度论里面有讲佛法大海信为能入
意思是说，我们要有能力掌稳这个船舵，才能在浩瀚深广的佛法大海里面呢，随时取一瓢而饮呐。尤其在人生的苦海里面呢，唯有依靠信仰来当作船筏，才能安然无恙地度过惊涛骇浪啊，从生死大海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呐。第五个，信仰如力呀。信仰就是一种力量嘛。对一件事情有了坚定的信仰，自然就能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啊。所以信心就是力量嘛。第六，信仰如财啊。财产的财啊，在世间生活需要钱财啊。钱虽然不是万能啊，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啊。爱情诚可贵，面包价更高。这些都是生活的现实面啊。话虽然这样讲没有错，但是大部分的人只知道一味的向心外世界求取财宝啊，而忽略了其实自己心内就蕴藏着无限的珍宝跟财富啊。所以佛陀在提醒我们啊，每个人都是依果明珠啊，身怀明珠啊。但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舍近求远呐，向外求了，所以不自觉自己身上就有珍宝。但是这个就要有在学佛或者修炼的人呢，才会体会出各种的道理啦。所以信仰就是我们内心的保障，内心的能源。那佛经上有所谓的七圣财啊，就是以信为首位啊。有了信仰的财宝，我们的人生就会更丰富了。好，以上这6个譬喻，把信讲得一清二楚的，值得我们深入体会啊。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藕益大师有一句开示，他说：“行而无信愿，不得往生啊；信愿而无行，也不得往生。”所以不要以为死很容易啊，死是很容易啊，每个人都要死啊，但是往生就没那么容易了。刚刚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嘛。然而要相信，也不是不问是非真假就盲目的去相信哦，相信也是要有智慧啊，相信佛所说的一切真理，相信师父教导我们的诸佛妙理啊，相信自己本来就具有佛性，相信人人皆可成佛，更要相信佛魔道法都是在自己心里面，不是在外面。因为外魔易躲，内魔难防啦。这些都不只是要相信而已哦，而是要深信不疑啊。只要有一念的怀疑啊，就不得成就了。所以佛法不是一味的信仰就好哦，而是要将信仰建立在理智之上啊。所以才说要自信嘛，智慧的信仰的意思啦。因此，信解行证的这个信是自信，解也是慧解，里面都有智跟慧的。那要如何寻求慧解呢？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亲近善事，修炼正法。孔子说啊，无有不如己者啊，意思是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每一个都各有专长哦，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志工也是一样啊，只要有在做，每一个人都有心得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各有体会啦。所以没有不如我们的人哦，甚至比我们还厉害，不能小看别人。那在佛道上的修行也是要如此啊，对外要多亲近善事啊，对内要能够静下心来啊，修炼正法。那善财童子为了求法不辞劳苦哦，参访了53位的长老大德，最后证得了无生法忍啊。那赵州禅师年高80啊，还四处行脚哦，寻师访道哦，终于开悟了。证严上人也是一样啊，现在过了年就88岁了呢，也是每年固定行脚全台湾啊，到处听取志工们的心得，跟志工们的温馨交流。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感恩，祝福他们。
这些都是在深深启示我们谦冲虚心跟好学不断的学习态度，是最好的身教啦。那大根器的觉者都这样了，更何况我们这些小智者啊，甚至是一介凡夫啊，更应该虚心求教才是啊。这个我们要互相勉励啦。所以文法跟学道也有正确的心态。印顺导师在他的《成佛之道》这本书里面有说，文法应该如地植于种啊，如气受于水，应离三种失啊。应离三种失，应该离开这三种的缺失。意思是说，学佛有三种值得我们警惕，也是让我们要避免的三种的过失或缺失啊。那第一句呢，如地植于种，意思是说一块田地啦，如果你把种子撒在土地的表面上，而不是把它深埋在土壤里面，这样鸟雀一来哦，一啄了就把它吃掉，就没有了，种子就没有了。这好像文法一样嘛，不用心深思体会啊，只是在表面上学习，虽然讲很多近似语，但是好像传声筒。左耳进右耳出，最后也是一无所有啊！这是学佛的第一种过失啊。那第二种是什么？如果这块地是非常的坚硬的，或者我们在水泥地上播种啊，这样都是无法让种子生根萌芽的啦。这是在譬喻啊，一个人我执很重，凡事很坚持己见，很排斥别人的想法啊，这个是第二种过失的。第三种是什么？如果地上布满杂草，那这个种子就很不容易生长哦。这是譬喻什么？心中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心存定见呐，这样就会让佛法的种子啊不能生根萌芽，养分都被野草吃掉了。所以要种之前要先把野草除掉，不是吗？因为这些如杂草般的固有的成见呢，会让我们呢障道爱法，这是第三种的过失了。这三种譬喻都讲得非常有道理啊。好，那刚刚那句话的第二句如气受于水，意思是说一个杯子啊，如果把它翻倒了啦，再好再多的水也都会立刻流光光，即使是法水也会流光光，叫做覆水难收。那如果这个杯子有裂缝的话呢，水一倒进去也会慢慢的滴漏而流失啊。那如果杯子里面有了脏东西在，你没有把它清干净，再把清净的水倒进去，那整杯水就被污染了。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听经闻法不能轻心慢心啊，更不能有成见或者定见，也不能有杂念妄想，应该要以虔诚心、恭敬心、谦卑心、柔软心、亲近心，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跟受益啊。以前我们读书会有讲到一个主题，叫做求法要严肃啊，用法要轻松啦。我忘记这是哪一集的啦，就是这个道理。好，以上是信跟解的解释哦，信解行证嘛，信跟解的解释。现在我们来讲行跟证，行就是力行啊，证就是证悟啊。不同根基修行的人啊，有不同修行的方法。例如呢，声闻乘修四谛法，缘觉乘修12因缘观，菩萨道呢是修6度万行嘛。那各宗各派也有各自不同的修行法门啊，就好像莲宗跟净土宗是以念佛为要嘛，那禅宗是以参禅为主啊，华严宗是以经教为宗啊，而慈济宗是以菩萨道为修行法门嘛。虽然法门不同，但修行所应秉持的理念跟态度都是一致的哦，叫做殊途同归，也就是搭乘的交通工具不一样，但目的地是一样的。小乘的修道者是修而无证，有教而无行证啊，也就是说自己修得很好啦，但没有去入人群去付出啦，所以很难去印证啦。虽然有2乘或3乘
或者小圣跟中圣等等的教法啦，但缺少一圣跟大圣的入人群的力行啦，所以也是很难证悟啦。好，要相信老师，也理解经文，同时也行入人群，最后还要怎么样？解行相通，解行相应，这样才有可能大彻大悟啦。这样就是理事圆融的证悟。以上这段过程就是讲信解行证啊。那信解行证这个4个次第，最后的愿景就是要达到4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没有忧悲苦恼的情绪啦。好，如果我们对忧悲苦恼的事情能够淡然处之啊，当下就是一种证悟的解脱哦。第二种的境界是什么？没有得失成败的念头。如果我们能不患得患失啦，也随缘自在啦，当下也是一种证悟的解脱。那第3种的境界是什么？没有拘束障碍的困难，什么事都觉得困难重重。没有，如果我们能够处困难而不觉难呐，处悲苦而不觉得苦，那当下就是一种也是证悟的解脱。那第4种境界是什么？没有生老病死的感受。这个都困难一点呢。要能够看破生死，来去自如啊，这个很不容易啊。但是做得到就是证悟的解脱了。以上这4种境界呢，都是菩萨的境界哦，对我们凡夫来讲都是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我们来做志工，我们来学佛，就是要做人间活菩萨嘛。那既然是人间活菩萨，更要拿这4种境界来当做学习的目标啊，努力的目标啊。说难不难呐，说易不易啦，但是有心修炼就不难了。就好像孔子的学生颜回讲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啊。”这句话以前我们有讲过一次啊，意思是说，哎呀，舜是何等的伟大啊，而我又是如何的渺小啊。但是只要有心向伟人或圣人看齐的话，努力学习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成就一定的作为哦，也是可以超凡入圣的哦。所以证悟的境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只是小悟跟大悟之差而已啦。这个我们要有信心。有一句古话说了圣人本是凡人做，但尽良心即圣人呐。这句话也非常好，意思是说，做圣人也是要从做凡夫开始做起啊。做到超凡入圣呢，就是圣人嘛。那超越人性，那自然就接近佛性了嘛。那佛跟魔或天堂跟地狱也是一样啊，都是一念之间嘛。就好像《大学》这本书里面讲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呀。”这句话简单解释就是，凡事都有先后顺序，要照顺序来。刚刚讲那个信解行证也是有顺序的嘛。知所先后，才是接近正道啦，也才不违背道理啦。那其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也是有顺序跟先后的啊。要先做到诸恶莫作，才来众善奉行。先不折福消福，再来习福造福这样才有可能累积福报啦。就好像说，水桶都破洞了，你再怎么加水进去，最后水也是漏光光，不是吗？这有漏的功德就是这样子啦。一边行善，一边造恶造业就是有漏功德啊。加减变零了对学佛的次第，信解行证也是要照顺序来。刚刚讲了嘛。然而它的顺序不是单线的次第哦。顺序不是一直线的它不是直线，它是圆形的循环效应的，圆形的你看，我们由正信升起清净的信心，再求慧解信解嘛再经由实践力行最后得到正印证也就是印证的真理的妙用嘛因为有证悟到妙用，所以又增加了信心。因为有信心
又再深入的去理解信解嘛，再借着持续不断的身体力行而行那再次获得了真理的印证，信解行证一个循环这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才能使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或生命中呢，可以安顿身心，又能开拓我们智慧的领域，提升我们生命的品质净化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很精致这就是一个循环所以信解行证不是一直线的是一个圆环，一个循环这一段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各中的道理通透之后呢，会满心欢喜其实这个整个循环就是大乘佛法的精神跟境界了。佛陀当年受记的都是已经入大乘的这些弟子当佛陀为舍利佛、阿难、目犍连受记的时候，那些小乘的都非常羡慕甚至心生埋怨为什么他有我没有，而有失落感这个都是佛经里面有记载的。所以佛法是要拿来实践才会有所体悟了研究佛理虽然可以造就一些专家或者学者，但是这些都跟解脱跟觉悟无关只是研究佛理是无法解脱跟证悟的，要实践佛法才有可能证悟也就是刚刚讲的信解之后，还要行之后才能够证以上所讲的这些道理懂了之后，还要加上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一心一志，跟一个老师走一个道场，绝不到第二家去，不听第二个人，这样才是真正的信而有根一门深入也就是目标很专注。相反的，什么法门都想参加，哪里有法会就去，哪边有法师开示也去，人家邀约做志工也去常常是脚踏两只船，心肝乱纷纷这叫做信而无根也就是目标漂移目标漂移会造成力量分散，当然就没有力目标专注才会有力量，好像钉子一样尖尖的一个尖尖的下去，这样才会看到学习的成效好，我们今晚读书会依经入道，一节导心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